每次有政治人物受到法院审判就会听到有另外一党的人批评说，法院是某某党开的，怎么可能会公正呢？但你知道吗？在美国，这居然真的有可能发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司法官选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公正性可以说是司法体系的灵魂而法院里面最关键的人物，莫过于依法独立审判的法官，以及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检察官了。因此，要怎么找出合适的人选来担任，是各国都很头痛的问题。以台湾来说，1年1度的司法官考试是遴选法官跟检察官最主要的方式。只要是法律系毕业，或是达到特定的条件，都有资格参加考试。但是有些人批评这样子的选材方式，常常会选出很会考试但缺乏社会经验的恐龙法官与检察官。因此，有人建议，不如来学学美国的制度啦。在美国，有很多州的司法官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呢，今天的影片我们想要来了解看看司法官选举制度通常是怎么运作的，有哪些优缺点，适合台湾吗？那我们会先简单的介绍各国选出司法官的主要方式，接着呢再集中讨论司法官选举制度的优缺争议，以及台湾适不适合。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的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所谓的司法官呢，是指法官跟检察官为了确保司法官选材的公正性还有专业性，各国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制度。大致上面呢，可以粗略的分成考试制、任命制与选举制3大类。首先考试制顾名思义就是透过集体的考试来选材，采用的国家呢包含像是台湾、德国、日本等等。以台湾来说，考生必须是法律相关类科毕业，或是曾经修习一定数量的法律学分，才能够取得报名资格。而正式的考试分成3场，分别有2次的笔试，还有1次的口试，测验的内容涵盖各种法律领域。可以想象准备起来相当的困难，竞争也激烈，通常只有1到2% 的人能够顺利的录取。录取之后还要接受长达2年的训练与实习，最后才会分发任用。那第二种制度是任命制，英国还有美国一部分州就是用这个方法。以英国来说呢，法官是由司法选任委员会负责遴选指派的。这个委员会呢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机构，由15个公开甄选招募的委员组成。委员包含了现职的司法人员、律师以及非法律专业的人士，来确保委员会组成的多样性。那一般来说，最后能够被选任为法官的人都是资深的律师，经验丰富，而且备受尊敬。那最后一种常见的制度呢，也就是司法官选举制度，又是怎么运作的呢？司法官选举制的运作方式就像是我们选举政务官或者是民意代表一样，透过公开的投票来决定法官还有检察官的人选。实施这个制度的地方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有超过20个州会让人民直接投票选举法官，而拥有检察官选举的州更是超过40个。那虽然每个州都有各自的规定但基本上参选人呢都一定要是美国公民。有的州规定呢，参选人必须是律师，或是还要通过政党提名才可以。不过近几年因为行政中立方面的顾虑，很多州已经改成了不需要党派提名的选举，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公民都可以登记参选。那么采用选举制度来决定法官跟检察官，跟考试或者是任命制度相比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美国很多州都采用这个制度呢？美国会有很多的州采用选举制的原因其实跟他们过去的历史有些关系。在美国建国以前呢，美国的居民长期受到殖民地政府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建国之后，美国的制度特别重视司法民主，希望让大家都能够参与选择法官还有检察官，让司法权呢也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民众监督司法的力量非常强大。除了在选举时可以选出自己理想的司法官之外，如果觉得哪个司法官不适任，也可以发动罢免，或是在改选的时候用选票教训他。而另外一方面，为了顺利的连任法官跟检察官通常会更关心还有重视民意，加强跟选民之间的沟通，让判决更贴近民意。
因此就有人建议，采用考试制的台湾或许可以学习美国选举制的做法，消除一些问题。台湾长期以来都是采用考试制虽然用考试的方式比较公平，可以挑出对于法律专业度比较高的人选，但是这个制度也受到不少质疑。比如说呢，有人就批评国考制度常常会选出很会考试但缺乏社会经验的恐龙法官与检察官。此外呢，因为考上了法官还有检察官之后，就会有身份保障，所以呢，除非违法不然其实很难淘汰他们。因此，有些人就建议我们学习美国的做法，改采选举制。他们认为选举制可以拉近法官跟人民的距离，人民也可以选出有社会经验的法官，而且选举制也有淘汰机制，刚好能够解决台湾很难淘汰不适任司法官的问题。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司法官选举制呢，其实也有缺点。台湾如果采用选举制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首先，选举制可能会让法院的公正性受到政治力的影响。以美国来说，有些州的选举呢，要求候选人要有政党提名，因此司法官的公正性很容易因此受到质疑。而不需要党派提名的州，仍然会因为选举很烧钱，候选人还是有可能私底下向政党寻求协助，或者是接受企业的政治现金。2016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最高法院法官选举就曾经爆出了候选人收了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大量的捐款的消息，而选上后审理相关案件时，便引起了舆论的怀疑，他真的能够公平判决吗？因此，也有反对者则认为以台湾的选举乱象以及政治氛围，可能会更加的凸显选举制的缺点。那第二个疑虑呢，只是选出来的司法官有可能法律专业不足。根据统计呢，美国有32个州并未限定候选人的背景，这意味着呢，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可能当选。那虽然这类的司法官呢，主要是处理小案件，但很多的学者批评这可能会让小案件的诉讼双方呢遇到能力还有品质比较差的法官。而对于要审理重大案件的法官，大多数的州呢都要求候选人要具有律师的资格，但选民呢不一定能够有能力去检验候选人的法律专业度，所以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最后，还有学者担心，法官检察官可能会为了连任而忽略法律专业，做出讨好选民的行为。例如，法官判案时，可能就会过度的考量舆论，而不是完全的依法判决；而检察官呢，可能会为了维持良好的办案成绩来竞选连任。对于可能败诉的案件呢，就失去了追查还有起诉的意愿，或是转而依赖认罪协商制度。事实上呢，前几年的司法改革国是会议也有讨论这个议题司法院也提出了改革草案。那目前政府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司改国是会议讨论之后，司法官选才机制并没有革命性的改成选举制或者任命制，改革的方向相对温和，是在既有考试制的基础上面做调整。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年司法院提出法律专业人员资格及任用条例草案，计划将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制直系公务人员的选任并到同一个考试。考生在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向法务部申请参加为期1年的实习，到审检或者是行政机关历练。实习通过之后呢，才可以申请律师执照，或者参加用人机关举办的甄选，最后呢才能够成为司法官或者是法制工作的公务员。那目前这个草案还没有通过，在立法院审议的时候会有怎么样子的变动，还很难预料。我们每次研究跟法官有关的议题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到，其实大众真的很重视法官、检察官的公正性，尤其是很多人很在意法官有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能够做出公正判决。但对于这个问题，改成选举制就能够解决吗？我们对这个改变抱持着比较保留的态度。毕竟，就像前面提到的，民主制度当中选举会产生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在这里，而这也有可能因此违背了宪法保障法官终身职、让司法独立的初衷。那就我们看到的资料，各国的做法大多都会同时并行采取不同的制度，比如美国还有英国的法官，虽然分别采选举跟任命制，但他们的律师呢也都是用考试制来取材。因此，制度的选择本身很难论对错，还是要搭配整体的文化、法律规范、实施方式与各项的配套措施一起看，才能够比较，才能够知道究竟适合哪一种制度。那以台湾来说，新版的考试制如果运用得当，或许对于司法官缺乏社会经验的状况会有不少的帮助。只不过改善会有多少，还是得观察更多的细节以及实施的状况，才有办法比较肯定。
好的，那今天最后想问大家你觉得台湾适合用选举的方式决定法官、检察官吗？适合，这样就可以用选票汰除不适任的司法人员了。B 先标好了，我对台湾的选举乱象没有信心。C 比起选举制呢，我觉得目前司法院的改良版考试制更适合台湾。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司法官选材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国民法官制度以及 AI 法官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力，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皮亚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这不是烂人啊！他们